两弹一星计划最主要的核心就是核子技术嘛，大突破，建立了原子反应炉回转加速器，还在湖南跟江西建立了铀矿提炼厂，不到1年就飞升到铀矿的提炼。抗美援朝战爆发，希望中国能够参加，在中国领导高层内部有很大的争论，有些人是反对，最典型的例子就是林彪跟朱德，后来是找位胆子比较大、横刀立马的彭德怀担任人民志愿军的总司令。Ladies and gentlemen, welcome the host. 像毛泽东怎么破局的呢？他用了谁的力量呢？中国要有原子弹，当时在全世界也只有2个国家有原子弹的技术嘛，一个就是美国，一个就是苏联。不过这时候欧洲的原子弹也还在萌芽中，这个时候几乎世界主要国家都想要有自己的核子武器哈，那中国也要有，那中国不可能跟西方国家得到这样的技术，对不对？我们知道在抗美援朝战争结束之后，中国大陆跟苏联就进入所谓的中苏蜜月期，那中国大陆开始借由苏联的军事跟经济上的援助，完成许多重大的工业跟各方面的建设。其实在我们今天看到的记录，就1949年人民共和国建立之后，后来斯大林向毛泽东主席发出邀请，所以他就到莫斯科去访问。毛泽东前后3度到莫斯科见过斯大林。到了莫斯科，毛泽东他就直接提出中国想要有原子弹。不过根据我们今天看到的记录，斯大林是顾左右而言他。我相信可能有一个原因，就是这时候苏联自己也才刚刚有原子弹，技术还不见得完全成熟啊。根据毛泽东后来他身边的人的记录，毛泽东每一次去莫斯科见斯大林，其实印象都不太好，因为每一次他都称斯大林叫大国沙文主义，因为斯大林对毛泽东可以说是盛气凌人，颐指气使哈，让毛泽东觉得很不舒服。另外还有一个可能，斯大林这时候没有答应给中国原子弹技术的原因，是因为抗美援朝战爆发，当时斯大林马上就希望中国能够参加抗美援朝战争。那这件事情当时在中国大陆的领导高层内部其实是有很大的争论，有些人是反对参加抗美援朝战争，最典型的例子就是林彪跟朱德啊，尤其是林彪，他认为你们不知道美国军事力量的厉害啊。那后来是找了一位胆子比较大、横刀立马的彭德怀担任人民志愿军的总司令。结果虽然说最后能够在38度线画了停战线，也把美国的力量挡在这边，但是付出的代价非常的大。那这个时候对中苏来讲，能够在东北亚这边阻止美国力量的扩大，才是首要的目标。不过等到抗美援朝战争结束，斯大林先生也去世了，苏联新的政局开展了。我们知道苏联下一位领导人就是大名鼎鼎的赫鲁雪夫先生啊。一般来讲，从抗美援朝战争结束之后，大概从1954年一直到1960年，差不多6-7年的时间是中苏关系的蜜月期。我们知道从1954年开始，就有大量的苏联的专家顾问来到中国，帮中国建立各种的军经建设，像炼油啦、水力发电厂啦、公路啦等等哈。另外当然也开始帮助中国建立一些军事工业啊，像造船、航空、机械工业、制造坦克啊等等这一些。在1954年，要把中国非常贫弱的工业基础打好，不然你要制造那些东西就好高骛远一点。后来等到赫鲁雪夫在1957年访问中国的时候，这个毛泽东就第2次向苏联的领导人提出，希望中国能够有原子弹，而且最好要有弹道导弹的技术。不过这一次也被赫鲁雪夫当场拒绝。所以70年代毛泽东晚年，根据毛泽东身旁的人的回忆，毛泽东跟苏联的领袖见面的感觉都非常不好。当年跟斯大林见面回国之后，他气到生病了，你就可以知道当苏联是何等的咄咄逼人。这一次跟赫鲁雪夫见面也是一样哦，当时直接告诉毛泽东，中国不需要核子武器，如果你担心美国对你用核子武器威胁的话，那我们苏联有核子武器可以保护你。这种趾高气扬的情况用到毛泽东非常的不爽。但是当时中国必须要靠苏联，否则的话你很多的建设没有办法完成，所以也只能够忍气吞声哈。我们知道后来赫鲁雪夫还向中国提了很多很过分的要求啦，像什么情报电台的分享啦，还有中苏联合舰队，就要把中国海军纳入到苏联海军的指挥体系之下等等这些要求哈。可是有一件事情在1958年就让赫鲁雪夫相当程度上转变了他的立场。我们知道1956年的夏天之后，在波兰跟匈牙利陆续发生了大规模的反苏风潮，包括当时捷克斯洛伐克也都发生了相应的这种反苏的事件嘛哈。因为还有一点就赫鲁雪夫上台之后，他就公开清算斯大林，也让当时苏联内部一些前斯大林时代一些元老的不满，当时就在苏联内部串联，准备要推翻赫鲁雪夫，这些都让赫鲁雪夫蒙受了很大的压力，他就必须从外面得到更多的支持啊。
否则他的政权就会有危险。当时最大的共产国家除了苏联之外就是中国，所以赫鲁雪夫在1957年他就公开呼吁，他希望中国共产党跟中共的领导人能够支持他在整个苏联的领导地位。很快中国共产党公开呼吁，坚定的支持赫鲁雪夫的领导，而且坚定的跟苏联站在一起。这件事情就让赫鲁雪夫的状况稍微稳定了一点。那赫鲁雪夫也体认到在欧洲这边局势的不稳定，必须要在亚洲这边取得补偿嘛，所以适度的将中国的军事力量壮大是一条可行之路。这种情况下，在中国这边有两个人很敏锐的感觉到，这对中国来讲是个很好的机会。谁呢？一个就是10大元帅之一的聂荣臻，另外一个就是永远的总理周恩来先生。他们就认为机不可失，在他们的回忆录跟相关的记录里面都有，他们当时都趁机向毛泽东顺势提出，这个机会终于来了。现在是苏联有求于中国，中国现在最缺的就是大规模杀伤性热核武器，对中国的战略地位来讲非常的重要。所以他们两人就告诉毛泽东，必须要顺势提出这个要求。毛泽东也立刻就认到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1957年的9月，聂荣臻带领中国代表团访问苏联，本来这一次是说要参观苏联的军队，要改造红军，但是后来重点完全不在这边，会有别的事发生了，对不对啊？所以当时聂荣臻就转交了毛泽东的亲笔信告诉赫鲁雪夫，除了重申支持赫鲁雪夫领导苏共中央之外，也希望能够得到苏联方面继续给予各种技术上的支持，尤其是原子弹的支持。后来赫鲁雪夫非常高兴，1957年特别挑在10月1日人民共和国建立的国庆日，苏联就跟中国大陆签订了中苏国防新技术协定。后来这个中苏国防新技术协定底下有5个子协定，这子协定的内容就非常复杂，而且各位这是全方面大规模的合作，包括军事、经济、矿产、工业建设等等，甚至还包括教育、音乐、美术等等。这一次签订之后，立刻就确定2000多项重要的工业跟军事技术转移给中国。哇，这个在中国近代史上都很少见，对不对？我告诉各位后来中苏反目之后，1960年代、70年代的时候，苏联方面写了很多的书跟文章，都在讲在50、60年代的时候，他们给中国多少的帮助，不能说不是事实啊。根据当时毛泽东的私人医生他的回忆，后来这个协定签署的消息跟内容到了毛泽东的桌上，毛泽东真是高兴到睡不着觉这种地步，终于得到梦寐以求想得到的这一些技术，其中很多重要的项目，像潜水艇的制造，要帮中国造船厂提升造船能力，另外还要帮助中国制造3000吨以上的军舰，就是把技术转移。另外在航空技术方面，转移歼5跟歼6战斗机，就是苏联版的米格17跟米格19。各位，中国开始能生产喷射战斗机耶，很难想象，对不对？我之前螺旋桨飞机都不会做的，直接跳跃到喷射战斗机，而且歼6是超音速战斗机是100%的技术转移。另外像重工业、炼钢，就改善中国的材料科学。毛泽东最 care 的就是核武技术跟导弹技术。所以中国大陆在50年代末期得到苏联这方面的技术的转移之后，让中国大陆成为军武强国这件事情向前迈入了非常大的一步。所以从此之后中共的军事技术大喷发，我们也可以看到解放军军事形态的改变，其实就是源自于这个时候当然，2弹1星计划终于顺利启动了，但它启动了有非常多的工作要做。学长，这里面还有包括最主要2弹1星的核心就是核子技术嘛。那在核子技术里面呢，人才是要招募，但是它的技术像核子工业有怎么样的来建设？哇，这个是非常大的工程，而且在短短1年左右的时间就完成了这个是非常不简单。首先一个重大突破就是1958年的夏天，在苏联专家的协助之下，另外苏联还把好几台大型的计算机给了中国，还有中国人的努力之下，建立了原子反应炉回转加速器，开始有了一个核子反应堆了。另外还在湖南跟江西建立了铀矿提炼厂，各位这个也很重要。你想想看嘛，中国在这之前一般的金属矿产提炼技术都掌握不好，一下子就飞升到铀矿的提炼。另外在内蒙古的包头建立燃料棒工厂，这个也很重要另外在甘肃的酒泉也建立了原子弹研发中心。还有一个最重要，就是一般我们大家更知道的，在新疆的罗布泊规划建立核试验场。简单说就不到1年的时间，上述这些工作基本都完成。苏联投入的不能说少，对不对？中国大陆也是像海绵一样拼命学习各位，这一切的行动被当时的美国跟在台湾的国民政府眼中看来很不可思议，因为这么短的时间竟然这些事情都搞定。从哪一点我们就可以知道当时美国跟台湾方面多 care 这个事情了，就是在台湾使用美国的长程高空侦察机 U2成立了黑猫中队。黑猫中队当时重要侦测的一个重点就是中国大陆的核设施，最重要的就是要飞到罗布泊去看它的核子弹的实验场。
各位，黑猫中队的行动从1950年代开始，一直持续到1970年代初期。从这边就可以知道，美国在真正的重点竟然是中国大陆。你可以晓得，当时中国大陆的核武器的发展这件事情，对西方国家，尤其对美国来讲，所造成的震撼有多大哈？另外还有一件事，就1958年，在中国要求之下，苏联运送了一枚弹道导弹，叫 R2。各位看这形状就知道，其实 R2 这个弹道导弹就是从第二次世界大战德国的火箭改良而来，但它的射程更远，高度更高。后来这个技术在苏联逐渐成熟了，他就把 R2 火箭交到中国这边来，中国开始有了第一枚导弹。各位，这 R2 火箭可以说就是中国东风系统导弹的老祖宗啊！中国立刻就把它拆开进行研究，各种仿制的实验。所以简单说，到了1958年的年底，中国看起来非常顺利，好像一切水到渠成。但是有的时候政治永远是变幻莫测的，因为中苏的问题很快就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到了这个时候，基本上你可以看到苏联援助是来真的啊，常常强国援助在今天的时代你会发现，有时候外交辞令还跟它的现实有落差。可是大家了解，在冷战时期的援助常常是拳拳到肉，因为冷战时期呢比的这不是开玩笑啊，完全就是在战争边缘，大家在拼劲啊，所以苏联的扎实的援助也让中国真的人才啊，还有各方面都得到很大的一个爆发。